这个是轻轨，马来西亚吉隆坡啊。它这里的车站很有意思，最边上走的是轻轨，然后这里呢是火车线路，并排的啊。然后这边呢就是汽车站。我现在要去 TBS 汽车站，坐车去马六甲了啊。来吉隆坡玩了1个礼拜了吧，今天去马六甲去买票。你看这个门搞得还挺有意思，这2个人欢迎的感觉。TBS 车站啊，这马六甲呀，它没有火车，只能坐汽车去了。汽车站里面挺大的嘛，去哪里买票呀？如果大家是第一次来到国外的这种汽车站，你晕不晕啊？不知道哪个是干哪个的啊，也不知道买票在哪里。应该是这一排买票的吧，这上面大屏幕也全都是英文的，一时半会儿也看不懂。这里也有很多人排队，到底哪个是买到马六甲的这个窗口呢？我还得找一找啊，因为很多窗口。刚才我简单研究了一下啊，这个窗口是人工售票的，但是大家看到了排队比较严重啊。如果你不想排队的话，这边有这个自动售票机，我教大家怎么用这个机器买票啊。其实也简单，都是英文的。你看啊，它就是从哪站到哪站嘛。From 就是从 TBS 这一站出发，然后 to 是到哪站呢？你就找那个马六甲那一站，它是在吉隆坡，这个马来西亚的南方呢，就点这个南方。你得先知道马六甲那个车站名叫啥，网上先查好，就叫这个名字呢。然后今天是7号，然后现在是下午了嘛，你点这个 morning after evening， 点这个下午的车次啊，不然的话它出来一堆车次。下午你就选这时间，你看2点、2点半、3点、3点1刻，我随便选一个吧，选这个2点的。你看点确认就可以了，然后是1个人乘车还是2个人还是5个人，选一个啊，这就是选座位的环节了。这是司机的座位，中间是靠走廊的，两边呢是靠窗户的。黑色的就是已经有人买过了，你就选这个灰色的座位就行了，随便选啊，点哪个他就选哪个，选个靠窗的就挺好啊。然后点这个继续。这个好像是买保险的，点 no。这里呢要写入你的名字啊，拼音汉语拼音就行了，然后把你的护照号码写进去。这个是手机号码，随便写上8位数字就行了。然后这里点确认，然后这边呢把钱塞进去啊，然后它就出票了。我的已经买成功了，给大家看一下，票就是这样子的。我买了下午2点钟的啊。价格的话就是12马币，相当于18、9块钱吧，不到20块钱。然后这个是检票口5号门，现在我去找这个5号门就可以了。这一抬头，这不就是1、2、3、4显的这个检票口吗？那从这里进去就候车就可以了嘛，是吧？这里是刷这个2维码就可以嘛。检票进来，这就找个地方坐吧。还有半个多小时坐车，那就等会儿吧。然后这里还有卖小吃的，可以买点零食啊、饮料啥的啊。他们这边的饮料很贵的，给大家看看价格。这饮料可乐、雪碧啥的都4块3马币呢，你这乘以1.5就是人民币，相当于7块多钱啊！这一瓶饮料。上车了，哇塞，豪华大巴呀！我第一个上车的，而且我是坐最前面这个位置的，1号位置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到了，开了1个多小时啊！这就是马六甲车站。找了个地方住啊。
先把行李放下，然后一会儿出去转一下。房间里挺宽敞啊，一个大床，还有沙发，卫生间，挺干净的感觉。电视、空调，空调必须有啊。还有个小阳台呢。哇，在这里看看风景啊。这里离那个机场街很近的，这里就是老城区。你看那个房子就很有以前的特色啊，感觉是个大农村一样啊，这地方其实是老城区。现在出去转一转去啊，放下行李，轻装简行，出去吃点饭，然后转一下。这里的华人也非常多，你看这个马路边的店铺全都是中文招牌啊，全是汉字。茶餐厅、自助餐、市场、点心茶楼、大碗公，那边还有个茶餐厅，哎呀，全都是汉字呀。这边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休闲的小城市啊。你看这边的房子都很度假的感觉。哇，这个角度好漂亮啊！这个就是马六甲河。现在灯光打开了啊，快天黑了。看这个倒影多美，这边更美，这是一个5星级酒店。这个河再往前几百米的距离就出海了，就是这个大柱子下面就出海了。看这个河流一点波浪都没有，就像一个镜子一样。看这个上下对称的建筑啊，哇，这个真是太美了。我第一次听说马六甲这个地方是什么时候啊？很早就听过了，上历史课的时候，地理课的时候，这个马六甲被誉为世界的海上十字路口啊，交通位置非常重要。像我们国家那些运输石油的那些船呀，都要通过这个地方。这里可以说是海上咽喉啊。明天我到那个海边去转一转。现在先到古城里吃个饭。这里好热闹呀，这是一个美食街。看，这上面还有庆祝中马建交50周年的牌子呢。到这里面逛一逛，晚上很热闹呀。进去吃点东西，这个叫做机场街，人真多呢啊，都是摆小摊的。真的在这里说中文就可以了，到处是中文招牌啊。然后这些摆摊的人也都会说中文的，我觉得起码有70%、80%都是华人。逛街的也是华人，摆摊的也是华人。看这里有一个福建会馆，而且这里的这个房子也是南洋风格嘛，下南洋这种风格。吃个牛肉饼啊，就吃了一半了。再吃一个虾面，有虾、面条，还有鸡蛋，还有啥东西啊？这是虾面10块，这个牛肉饼8块。看南洋虾面、炒粿条、拉面，这个叫沙爹。这个槟城就很多炒粿条和虾面啊，还有娘惹烤鱼、生蚝、拇指生煎包，跟国内吃的差不多啊。这些串串，背景音乐放的是张学友的《吻别》。看我身后的英文写着"欢迎光临历史文化名城马六甲"。哇，我现在就到马六甲了啊！身后是马六甲河流，前方几百米就通向海洋了。哇，这个地方呀，海上十字路口，中西方文化交汇的地方啊。从很早的时候，我上小学的时候，历史课本啊、地理课本啊就知道这个地方了。今天带大家逛一下啊。然后这里是非常热闹的一个景区啊，不是景区，就是这个城市，整个城市啊都是世界文化遗产的。你看啊，这里还可以买船票，坐船观光的。
成人票30马币，相当于45块钱吧。我今天的行程是这样啊，先在这里红屋子逛一下，最后去坐船。边走边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马六甲的历史啊。最早的时候呢，这个地方是咱们的郑和下西洋时候，中国人就来到这里了。那是1405年啊，明朝的时候。然后过了100年，葡萄牙人来了，占领了这里。然后是荷兰人占领了这里啊，荷兰人建的这个红色的房子。最后呢，18几年的时候，英国人来了，又占领了这里。2战的时候呢，日本又占领了这里。所以马六甲这个地方，因为它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嘛，每次打仗的时候，首先要攻占这里。好，参观一下这个红色的房子啊，这里是游客最多的。哇，还可以坐这个小花车游览呢。这里拍照的人最多，有一个我爱马六甲的这个标志。这是荷兰时期建造的这些东西啊，还挺漂亮的。现在你在世界上找不到荷兰殖民时期留下的这些房子了，只有这个地方还保留的呢。这是16几年时候的房子啊。这里的花车是真多呀，可能坐的车在这游览是这儿的一个项目，就跟北京城可以坐那个黄包车一样。这个其实是一个教堂啊，欧洲人去哪里都要建个教堂。然后这边呢就是荷兰殖民时期他们的办公大楼。哇，那个钟现在都响了，整点的时候报时了吧？可以看一下欧洲的这些喷泉。你看啊，这么多国家来了这里，只有中国人来的时候没有占领他们，中国人是跟他们做生意啊，做贸易。其他的这些欧洲国家都是殖民啊，占领这里，说明中国人很爱好和平。然后到这个河边看一下，这里可以吃点喝点。这河两岸的风景非常美，河对岸你看那房子上还有彩绘，特别漂亮，5颜6色的。住在河边，这都是河景房啊，太美了。这是荷兰的大风车。因为有那么多国家的人占领过这里，所以这里的融合了东西方文化，人口也是非常复杂，东西方的人都有。然后这些宗教也不一样，有基督教堂，咱们这个佛教堂，还有这些伊斯兰教堂，反正各个宗教的都有。好，现在到这个红屋的后面是一个小山头，到它上面看一看啊。从这里走上去。这个红屋其实是建在一个斜坡上，它一共4层，最上面这层呢就是统治者老大住的房间，最下面那层呢还有一个小型的监狱呢。你看这院子里啊立了一个郑和的雕像。他们这荷兰人建的时候啊，其实都是白色的这些房子，是英国人占领了这儿以后，把人家这房子全都刷成红色的了。所以现在这里又叫做红屋。郑和啊是所有这些外国人中第一个来到的外国人，但是他没有占领这里，是和人家友好做生意啊。其他的后来的人就全部都占领这里。这个山头上就是这一片的制高点了，上来看看风景。这里有一个葡萄牙时期留下的教堂啊，2层的石头盖成的，但是荷兰人攻占这里的时候啊，把这都毁坏了，所以现在看到的就是废墟了啊。这里头的房顶也没有了，光剩下4周的这个墙壁了。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的这个石碑，这个其实是墓碑，就是荷兰人死了以后啊，他们就埋在这个小山包的4周围，然后这前面竖的墓碑，墓碑上呢就写着这个荷兰人叫什么，姓什么，几年出生，在这里干了什么事，一些他的基本信息。这后面
这后面还有这个房顶呢。哎，这里头墓碑是真多呀。因为他们的墓啊，就埋在这个小山包的周围嘛。但是时间久远了，那些墓啊、遗骸呀都没有了，只剩下墓碑了。所以把这墓碑集中到这个教堂里放着了。以前不在这儿放着啊。从这个窗户口望出去，哎呀，你看那全是墓地，看见没？这个白色的这个全都是墓地，有可能放着荷兰人的遗体呢。这个荷兰人当时很厉害的，他不是只攻占了马六甲这一个地方啊，他以这里为据点，往南攻占了印尼的首都雅加达，往北呢，顺着就去了中国的广东、福建那一带了，然后又攻占了台湾，占领台湾38年之久了啊。后来在1662年的时候，郑成功收复台湾啊，才把荷兰人赶走。你说说他有多厉害？荷兰人占了马六甲这里以后，山顶的这个教堂就废弃不用了，专门给他们放这个墓碑了，就因为他们在山脚下建了那个新的教堂了嘛。这山顶上啊也是看风景的好地方。从这里望过去啊，远处呢那个就是马六甲海峡，看到吗？世界十字路口啊，交通要道。这个海峡对面60-70公里的地方就是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，这2个岛之间就夹着这个海峡嘛，它是印度洋还有太平洋这个交汇的地方啊，所以地理位置很重要。哇，在这个山顶可以俯瞰马六甲市区的景色，全是这个红色的屋顶啊，那里感觉是一排小别墅。这里还有一个观光塔呢，这就跟那个游乐场里面那个观光塔似的啊，可以坐在这上面，然后这就升上去了嘛。但现在我看了它半天，它好像没有动，是不是没有开放啊？中国有句古诗啊，叫做独自莫凭栏，就是说一个人的时候不要靠在栏杆上看远处的景色啊，这样容易怀念起过去来啊。哇，我现在就靠在这里看着这个海峡呀，感觉以前那些事我都没有参与嘛，怎么就感觉挺熟悉的这种印象呢？这个地方是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。从1405年郑和来了这里开始啊，每100多年就换一个统治者啊，来来往往的，很热闹。想象一下以前的场景啊，从那个大海上开着船过来，从这里登陆，从山顶走下来了，其实就是一个小山包，没有多高的。现在葡萄牙人的遗迹呢，就剩下2处了，一个是山顶废弃的教堂，一个是山脚下的这个城门，就剩下这2个地方了。最早是葡萄牙修建的这个城堡啊，后来荷兰人来了，英国人来了，这里还放了几门大炮呢。这炮应该是假的啊，不是以前的了，专门放在这儿让游客拍照的，就在这河边呢。哇，大家看河对面的这些房子，像不像江南水乡的感觉呀？这上面还写的汉字，写的诗。这些房子上写的都是中文，像鸡尾酒、晚餐、午餐、中餐。哎呀，坐在这河边吃饭喝点饮料不错的啊，景色太棒了。这个马六甲它现在一共是102万人口啊，华人占比很高的，因为华人是最早来到这儿的嘛，郑和下西洋时期就过来了啊。再讲一点小历史啊，其实从郑和船队来这里之前啊，这个地方只是一个海边的小渔村，并不是一个国家或一个王朝。郑和1405年来的嘛，这里1402年啊才成立了马六甲王朝。就是说比郑和船队早3年来的这里成立了这个王朝，而且呢，它也不是本地人成立的啊，是那个海峡对岸苏门答腊岛那边的有个王子，有人进攻他们嘛，他们就逃到这边来了，在这里成立的这个王朝啊。
啊，这个王子他不是刚成立这个王朝3年嘛，还不稳定呢。北边啊有暹罗的那个压力，南边呢又有那个海上别人的侵略，所以他也很依靠这个郑和的力量帮他维护这儿的统治啊。因为郑和带了2万多人呢，那个大的船队啊，所以郑和当时实力也很强的。后来郑和船队回国的时候，这个王子就随着船一起回去了，面见明朝皇帝。意思是我是你的藩属国，你要派兵来保护我啊。后来明朝呢还把公主嫁到这边来啊，带了500个随从，他们就慢慢的生活在这里嘛。然后郑和呢也把这里作为那个船队的中转补给站，也留下很多官兵在这里啊。所以慢慢的这个华人就定居在这一片了。华人和本地的女的结婚了以后，生下的那个小孩啊，男的叫做巴巴，女的叫做娘惹，这就是娘惹文化的来源啊。新加坡呀、马来西亚呀，这个很多娘惹的，这里还有个娘惹博物馆呢。下个视频带大家去看那个娘惹博物馆，还有坐这个运河上的船啊。好，这个视频先拍到这里了，我再去转一转，拜拜。看这里有一根非常高的杆儿啊，这是一个观光塔。你看啊，就是坐在这下面，它就升上去了，然后转一圈，在上面可以看风景的。我现在就要去坐这个啊，这个地方呢，它是属于马六甲，在那上面俯瞰马六甲的景色啊。去买票，售票处。门票价格呢是23马币，相当于30多块钱吧。就是这样子的啊。进来以后随便坐吧，反正这个它会旋转的，坐哪里都一样。哇塞，这个转的还挺快的嘛，上升速度挺快。哇哦，你看这下面一排的红房顶啊。远处就是马六甲海峡，可以看到海了。哇，这边的景色很漂亮啊，热带景色。这里有一艘船，这个是博物馆啊，就展示这个地方的历史。这里是个5星级酒店，这条河就是马六甲河啊。这个就是马六甲河汇入海洋的地方啊。当时郑和船队他们来的时候，把大船停在海上，然后换成小船，顺着这里就进来了。看看这个马六甲海峡吧，这是印度洋和太平洋中间的这个必经之路啊。远处60多公里的地方就是印度尼西亚了，在那边可以看到一个小岛，是吧？哎呀。以前历史课本书上的那个地方啊，现在真实呈现在眼前了。这个就是刚才看到的木船啊，它是一个博物馆。当时郑和的船应该比这个大啊，但是今天礼拜一，这个没有开门。哎呀，我来这个马来西亚赶了好几个礼拜一不开门的情况啊。上次在吉隆坡想看那个清真寺也是，他们这边这规矩很多啊。吉隆坡那个双子塔好像是礼拜2不开门吧？哎呀，出来去这些景点玩，还得看日子呢啊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去坐游船吧，坐船游览马六甲河，感受一下郑和他们就是坐船来的这个马六甲。购票处，船票30马币啊，相当于45。开船了，哎呀，好欢乐呀！这河两边全都是酒吧，晚上可以来这里喝点小酒。它这房子涂的5颜6色的呀，彩色房子，南洋风格，大部分都是华人在这住的。
又要经过一座小桥。想去远方，想看世界的模样，想让自己闯一闯，就算会遍体鳞伤。忘掉过往，想让自己不伪装，想看活着的模样，想让自己能绽放。有些人们总是在独自幻想，不够勇敢没力量，只好放弃了抵抗。不要这样，不要像他们一样，人生有万丈光芒，应该像花儿开放。心里面的光，让我心儿在发烫，那些曾经的远方，让我背起了行囊。我要去远方，要和自己去流浪，远离世间的荒唐，让我燃烧，让我狂。这里有一整幅墙的壁画，这个就是马来西亚的传统服装。这里还写着一排英文字，有没有认识英文的呀？这是世界文化遗产的认证那段文字啊。在2008年7月7号，加拿大魁北克的那个地方开会，把这个槟城还有马六甲这2个城市啊列为世界文化名城了，联合国的啊。中午吃饭的话，就去这个机场街，这里面全是华人开的店铺啊，非常的热闹。你看这大门口啊，有一条巨龙盘旋在这里，你看它的身体在这绕了一个大圈，太霸气了啊！马中友谊，50年了，建交50年啊。这门口有这个海南鸡饭，尝一下吧。这家店好有名的啊，这个墙上有很多名人来吃过饭拍的照片，还有那些什么首相啊、总统之类的呢。这个是香港食神啊，香港食神，还有这个称号呢，食神。我来了个鱼丸汤，这个鸡饭啊，著名的招牌鸡饭，米饭，这个是用米弄成的球啊，大米揉成球，全部吃完，光盘行动，鱼丸汤都喝完了。这里竟然还有兰州拉面呢，那去吃碗面吧，现场拉面呢。这个是价格，清汤拉面15块钱啊，20多块钱一碗，这是其他的面。来了碗清汤牛肉面，倒点醋啊。牛肉还挺多的，你看，15块钱，比国内卖的贵啊，但是确实牛肉给的多。先喝口汤吧。牛肉，一口牛肉一口面，跟国内的味道一样啊。喝一个龟苓膏，就是这个啊，还有一个罗汉果的茶，冷饮，龟苓膏13啊，这个茶8块。龟苓膏是个什么呀？老是听说，没有喝过啊。今天我就尝一下，这个跟果冻似的，你看。然后应该倒点这个喝啊，他给了我个这个，这个是蜜，这个是中药做成的啊，应该吃起来有没有中药味呢？吃起来确实是有一股中药味儿，就跟吃果冻似的啊。罗汉果凉茶，清热润肺的。
今天晚上就住这边了。这红色的楼，外观看着还不错呀。房间里面给我开了个2个小床的房间啊，还不如给我个大床房呢。比较简单的陈设，窗户外面的景色不错呀，看这个视野非常开阔，哇，看得好远啊！这个窗户最好了啊，房间里也可以干干净净的。这个房间140多块钱吧，加上税。先这样吧，明天我可能就要去新加坡了，马来西亚玩了有20天左右。好，新加坡见，拜拜。给大家看一下，我现在在马来西亚的这个马六甲，在楼顶呢，要去一个观光平台。哇，好高呀！这个地方，通过这个玻璃天桥啊，看我这边，这是40多米的这个高度啊，40多层，不是40多米。哇塞，到了这个房顶了，居然还有一个泳池。42层的楼顶啊，带大家看看风景。这个楼应该是马六甲最高的楼了啊！哎呀，在这上面啊，一览众山小。看这个下边，清清楚楚的啊，从这里就可以看那个马六甲海峡，就在这个方向呢。看，哇，远处这个海峡，世界的十字路口啊，海上的生命线。中国从中东进口的石油啊，都要通过这条海峡。不光是中国啊，韩国、日本他们的油轮也要通过这里的。所以守住这个地方，就守住了日本、韩国的那个掐住他们的命脉了啊。这个角度看一下，哇哦，给大家看看这有多高！我把手机伸出去。哇，手机万一掉下去就摔得稀烂了。这个观景平台没有人啊，只有我一个人。哎呀妈呀，42层！整个这一片红色房顶的地方都是世界文化遗产。哇，想象一下，当年郑和率领的大型船队啊，几百条大船从那个海上浩浩荡荡的开过来，然后换成小船。从这个马六甲河来到这个市里面，你看这条河弯弯绕特别的多，弯曲度很多的啊。然后上面有游船，可以坐着船游览的。昨天我都玩过了。那个河流入海的那个地方就是市中心了啊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里的地貌，其实特别的平啊，这是个大平原，但是这里没有发展起来。因为它人口比较少嘛，只有102万，地势非常的平坦，往那远处看，没有什么山的。要放在中国，这个大平原早就发展成那个大城市了啊。但马来西亚这里发展的比较慢。这里有块牌子，它上面介绍呢，前面这里很多森林的地方就叫做三宝山。为啥叫这名字呢？因为明朝的三宝太监郑和曾经驻扎在这里啊，每次他的船队到马六甲以后，不是要补给吗？所以他就驻扎在这个山上。然后明朝的时候，有一个公主也嫁给这边的国王了，然后这个公主带了500个随从过来啊，这些随从呢，在山脚下挖了一口井，就叫做公主井啊。行吧，咱们现在就到三宝山去看一下。它这楼顶上还有一个玻璃栈道呢，就很短的这么一小节，挑出来的啊，可以站到那里去拍照，看下面的景色。胆儿大的可以去尝试一下，包含在门票里了。这上面还有一个照相机器，你站那里它就会给你拍照。这楼顶上还有一个餐厅呢，哎，这餐厅布置的挺好看的，像是小花园似的啊。在这鸟笼子里面吃饭，看着这种景色，布置的挺好。
现在我就下山了，下楼了。忘了说了，这个楼顶的观景台门票25马币啊，相当于40多块钱呢，在这个楼的楼顶啊。这就到达三宝山的宝山亭了，进去参观一下子。哇，这里的天真蓝呐，纪念郑和的啊。哇，正有人做法事呢。最中间供奉的就是郑和大伯公。来这个后院看一下，看这里有口井，就叫做三宝井，就是郑和他们挖的井啊，在这里取水喝，就在这个山脚下呢。山上的树木相当茂盛了啊。这里面有一些展览，看这里有一个郑和的雕像啊，三宝太监郑和。哇，大家看这边啊，有好多领导人来这参观过，你看看这都是谁的名字啊？我都不能念呐，你看看，我都没有想到啊，这是他们当时游览时候的照片。宝山亭的门口就是那个公主井，在这里边呢也去看一下吧，挨得很近。这个井就比较大了啊。看，专门给公主打的井，还挺深的啊。现在废弃不用了。后来不是葡萄牙人来了吗？那个将士们就往这个井里面投毒了，就毒死了很多葡萄牙人。后来不是荷兰人又来了，英国人又来了，每次外敌入侵的时候，就在这水里面投毒啊，然后就别人刚来他不知道嘛，就喝这个井水，就把他们毒死了。这有介绍呢啊。现在我到了马六甲汽车站了啊，要坐车去新山了。看，我就坐这趟车，3点半的 JBLAKIN， 这个就是马来西亚新山，马来西亚最南端的那个城市。新山的对面就是新加坡嘛，改天去新加坡，所以今天先坐到新山啊，在这检票。21块钱车票，现在有点下雨了，上车。这个车好宽敞的啊，这边就1排座位，这边2排，很宽敞。到新山了，先在这边找个地方住，又是给的2个床的小房间啊，这房间很小。看看窗外的景色，挨着主干道呢，好像稍微有点吵，但是下面是一大块绿地，这景色看着挺养眼的啊。这房间也就10来个平方吧，150块钱啊，也是一个连锁酒店，叫这个名字呢。我喜欢住连锁的呢，就是因为它的这些卫生呀，稍微有一点点保障吧，跟国内的如家似的啊。但它房间也是很小。这个新山的地位啊，就相当于中国的深圳，因为深圳对面是香港，然后这个新山的对面就是新加坡。然后我的行程呀，就是明天在新山玩1天，后天去新加坡啊。从这边就是一座桥，走过桥就是新加坡了。好了，就这样了，拜拜。